大家好，我是 Lily。今天我们来说 CRA Business Account Authorization。大概是今年10月份的时候呢 ，CRA 突然改变了这个 Business Account 的授权规则。以前呢，只要是我们在我们的软件里面 e-file 之后呢，它就可以立刻生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立刻呢，查找客户的这个 CRA Business Account，通过过去的信息，找到所有的资料，我们才能呢进行报税。但是现在呢就不行了，现在我们 file 之后呢，客户仍然要进入他本人的 business account， 这是两个不同的 account， 我们叫那个 representative account， 跟你们的 account 是不一样的，很多人以为是一样的，经常跟我们要密码，哭笑不得。这个呢，就是在我们 file 了之后呢，你还要进入你自己的 account 去 confirm。或者呢，你直接在你的 account 里面去加，那这么一来呢，我们的 e-file 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你既然已经到了同样的这个地方去 confirm， 那不如直接就进去把我们加到你的那个 authorization 里面就行了，就没必要呢两边重复做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呢，很多客户呢，他并不是很熟悉电脑啊，怎么那个 authorization， 甚至有的人呢不熟悉英文。那这样呢，很多人是没有这个 business account， 这就导致很多工作都积压着，卡在那里没办法完成。这样一来呢，这现在才实行了1个多月吧，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很多会计啊，这个哀鸿遍野，就是搞的事情都没办法做了。那现在我们有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我这里呢，尽量教客户呢如何去自己注册自己的 business account， 然后授权给我们。那这里呢，我就简单的通过这个视频来介绍一下。首先呢 ，Google My Business Account CRA 就是像屏幕上显示的这样。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最上面的选项就是 CRA 的这个 business account， 然后点击。点击后呢，我们进入下面这个页面，可以看到呢有2个选项。那上面这个选项呢是通过银行来 sign in， 这是它的那个 sign in partner 程序。那银行呢是有你的身份的，所以呢这个呢你就可以直接 sign in。至于 sign in 之后，有的人说可能有些功能有限制，这个我不确定，应该是没有限制的。那下面这种方式呢，就是你要注册，然后通过一个密码来 sign in。这个呢，你就点击右面的 CRA Register， 进去之后呢，可能要输入自己的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等个人信息，确认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提示，就说它会给你一个 Access Code。以前是通过邮件，现在可能是电话，可能就会告诉你这个 code， 然后你就拿到这个 code 呢去激活之后呢，你这个 account 才完成了整个注册过程。那这样呢，就是你就有这个 business account。有这个 account 之后呢，你就可以通过任何这其中的一种方式 log in。那 log in 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页面的上面呢，基本上在右上角吧，就在 sign out 的左边有一个那个 profile 的这个符号，然后你点击这里。点击后可以从下面这个页面的这个基本上是右下部分吧，但不是最右下角，就是你看到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这个选项，然后你就点击这个绿色圈子的这个 Manag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这里。点击后进入这个页面，再点击左边绿色圈子的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那下一个页面呢，就是要输入 Rep ID 或者 Business Number， 这个呢，你的会计会给你他们的这个 Business Number 或者 Rep ID， 你就输进去就好。输入后进入下一个页面，这个呢，根据你跟你的会计的业务的不同呢，你可以按你们的要求来填。但是对于我的所有客户呢，肯定都是上面选 Level 2， 就是绿色圈子的部分。日期这里不用填，这样不会 expire。等你需要取消的时候呢，你直接同样方法进去设置一个日期取消就可以。但是授权呢，你就不要设置日期了，不然你每次都得授权，太麻烦。那下面呢，这个是账户，这个一般呢，只要是我的客户都是选 All Accounts。然后你如果不想让他知道你其余的部分呢，你也可以只选一部分，但是这样呢，业务范围呢就很窄了。接下来进入最后一个页面，就直接选这个 Confirm， 然后点 Submit 提交，这样就全部完成了这个过程。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